歌舞伎町当年是22个指定暴力团，每条街都有人管，所以你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我被绑架过，就是被他们最早，上海帮啊、北京帮啊，还有东北帮也来绑架我，日本黑帮也绑架过，那只绑了半个小时。那是怎么出来的？另外3个我的后盾，我在那个2楼一看，哇，满街都是人，都是来救我的。半个小时就出去了。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我们3个组就问他们要钱，要了1000万。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我们的神秘职业大揭秘。那今天要介绍的职业呢，非常特别，是我们的日本歌舞伎町案内人。那今天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传奇人物李小牧先生，他是作家、舞者、菜馆的老板，还参选过日本的市议员。而更重要的是呢，他是穿梭歌舞伎町30年的专业案内人。那今天他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歌舞伎町的秘辛。那就先请李先生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李小牧，谢谢张先生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你希望你家的孩子更聪明吗？研究发现当爸爸参与共读不同的叙事跟用字，能够激发孩子更好的认知表现。父亲节就让盲狗狗陪你和孩子一起共读吧。盲狗狗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练习长时间专注。不想睡觉的探险更适合爸爸共读的入门选择。全套16本丰富多元的主题，盲狗狗邀请所有的爸爸们一起参与共读，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加速前进。现在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享有父亲节88折优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那一般台湾人可能对于案内人这个词还是蛮陌生的，所以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案内人在做哪样子的事情？其实案内就是导游、向导、解说、引路、指路的意思，简称就是导游吧。那我这个案内人呢是夜间的导游。OK， 那实际上夜间的导游会做哪些事情呢？我是在歌舞伎町嘛，我称它为歌大，歌舞伎町大学，简称为歌大。各个科目、各个系啊，各个不同的店帮他去做导游，大学指引这样子。对。李先生在20多岁之前，其实都是在中国生活的。那到底怎么会跑到日本去，然后变成歌舞伎町的案内人？87年的12月份，我被中国警察给抓了，说我是非法同居，是不合法的，关了1个晚上。所以后来我就想在那边待不下去，那我就潜逃日本。真的是潜逃的，这个潜逃是打引号的潜逃。OK， 然后就到了日本那边去。那在日本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对，因为我是来留学的嘛，在学日语的时候呢，打工呢还有时间，想去做餐厅，人家不要我，因为我不会日语，然后就做了在情人酒店做清洁工。那这样清洁工是怎么样转到风俗产业去的？我这种清洁工的店正好就在歌大里面，就在歌舞伎町里面。还做的第2份工作是在大街上发纸，发餐巾纸，大街上去晃，就看到街上有外国人。我就在发餐巾纸，看到有外国人的时候，我手指一指，他说：“你带我去，带我去。”还有他们还给小费，给小费。我想，他给的小费是我1个小时的工资，我只要手指指，走过去5分钟回来就1000块钱。我站在那里发纸要1个小时才1000块钱。我说我应该独立做这个，所以我就自己发明了这个外国人给外国人带路的这么一个工作，一个职业。我觉得这边有些观众朋友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歌舞伎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所以可不可以这边也先帮我们的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歌舞伎町会需要这样子的指引，然后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环境呢？歌舞伎町应该这样讲吧，它长600米，宽也600米，有5条街，等于是0.5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之内，有5000家店，陪酒的店啊，各种各样的店，也有各种情色的，当然里面有赌博，有情人酒店，还有吃的各国料理，大型酒店，总共有5000家店铺。平日之间，每天晚上歌舞伎町进去的人有30万人，如果到周末有50万人，比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的人还要多。哇，这很疯狂。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税仓。那哪些是合法，哪些是非法的？就是事实上在歌舞伎町我们讲的泡泡浴，泡泡浴实际上真正有执照的是昭和年代发的，只有4家。那么少家？只有4家。还有呢，就是那种按摩的，它也有规定的执照，就直接跟性有关系的。那也是只有那么2、3家，还有就是3家，当年有3家脱衣舞场，那个只能营业到12点，全裸的可以。
所以这种是属于跟性有关系的。还有我们讲的第二类的风俗店，那就只是陪酒，有些陪酒是可以坐在你边上陪的，不管是女的陪男的还是男的陪女的，有牛郎店，我们讲牛郎织女。然后还有就是隔着吧台的，那就叫斯拉古。卡巴库拉是坐在你旁边，斯拉古是坐在你对面的，它的持照的类型也不一样。刚刚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有那么多的店家，我能够想象它的竞争应该是非常非常激烈。那当然，那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排外的一个民族。那当时应该是非常少数，可能甚至是唯一的这个外国案内人。那是怎么样在都是日本人的环境之下活下去的？就是跟他们去打交道。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你看我的鼻子是歪的，这个鼻看到了，这鼻梁是歪的，就是为了抢地盘，是黑人打的，抢我的地盘嘛。那我跟日本人去打交道，因为我毕竟我今年已经63了，我是60年出生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66年开始，我都看到了一幕，那些大人成人们的打斗啊那些东西我都看到过。所以如果到了歌舞伎町来比较的话，我觉得日本还很单纯，先见证过地狱了。哪怕是黑帮的人，要不就是我请个他去喝个咖啡，要不他买单喝个咖啡都可能。歌舞伎町有几家有名的咖啡店啊，都是这些人的据点。不是说一开始就是骂打或者动手都不会的，动手还是最后的选项。那这样谈的时候有什么妹妹嘎嘎或者是一些潜规则要注意的吗？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刚刚去不知道嘛，所以我就会被日本的拉客的追打啊，我就知道我要找个靠山了。歌舞伎町当年是22个指定暴力团，它底下的整个的大组织、小组织有70多个分支机构在歌舞伎町，每条街都有人管，甚至那条街的上半截有一个主管，下半截是另外一个主管，管的这个角也是一个主管，所以你要跟很多人去打交道。当然有些是利益，有些是人情，因为我是最早的，甚至我比有些黑帮的人还早，所以他们跟我打招呼。反正我有一个黑帮的跟我走一趟，他们就知道我是他一起，不找我麻烦，所以我就跟他们打交道还比较好打。最难打的就是反倒是跟中国人自己打交道很难麻烦。怎么说？我被绑架过，就是不好。最早那是福建帮啊，后来还有上海帮啊、北京帮啊，还有东北帮也来绑架我。日本黑帮也绑架过，那只绑了半个小时。绑了半小时，那是怎么出来的？另外3个我的后盾。我在那个2楼一看，哇！我刚刚进去半个小时，我说我要抽支烟，前面不给。后来我一看，我的满街都是人，都是来救我的。我一看我就安心了，我就问他要支烟。这个时候他可能感觉到有人救我了，也给我抽烟。我出去了，就半个小时就出去了。为了街啊，为了利益啊，那些也想要我的地盘吧。别的中国人拜托他的。他把我给绑了以后呢，但还没动手我，只是把我从地上拖过去。我西装10万块那个西装刚穿的搞烂了，后来赔了我10万块，不是他赔的啊。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我们3个组就问他们要钱，要了1000万，哇，好多但没给我，只给了我10万块，所以他们就令我被绑架，反大家都知道钱，那3个组要分的呀。但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呢，我的地位就更牢靠了。所以为什么这样会更牢靠？就所有人都认识我了呀。加上我从02年开始又出书，我在日本出了21本书，大家都知道，也不找我麻烦的。所以这个是算是名声或是话语权的上升，让你就是不容易被找麻烦。对，因为你毕竟是个名人，找你麻烦了，他知道我后面还有警察的他们也怕嘛，也不愿意有这些麻烦嘛。哪怕他绑了我1个星期以后到大街上碰到他，我先跟他打招呼，我还有个这样事。我们到了晚上也是早上好，我还有个这样事的。他吓他一跳，他想把眼睛躲过去，他都不好意思。你想可愛い呢？所以这样我没有敌人，我既没有报案，我还主动跟他打招呼。所以下次我们不好惹，这样朋友了，明白吗？所以很多包括绑我的东北帮，前面是绑我，人家中国人叫他来绑我，结果后来我跟那个老大是朋友了。那在被绑的瞬间，你有觉得哇，我的人生就到这里了吗？还是还好，没有经历到那么严重？第一次绑我的时候是我不知道对方是谁，后来我都知道是对方，我一点不怕讲真心话。那第一次呢？第一次是就我租了一个楼，我自己在办报，对在日华人办一份报纸。我开的车把我女朋友先送到那个楼，她先进楼，我要去停车场，对不对？等我换了衣服再进来的时候，她已经绑在里面了。她一进那个电梯就被人家绑了，就进去了，用她的钥匙套开了门。对。等我进去的时候，我说这外面厅为什么没灯？里面有个灯。我再转过来去关这个门的时候，我再转过来，5个人跑出来，一把刀顶着我这里，不许动，
用国语跟我讲，就讲的不纯正的国语。我一看我就知道，这应该是福建人，不许动。好，那我就知道被绑架了，因为我有经验。我也跟我女朋友讲过，如果被绑了的时候，一定要讲真话。什么叫讲真话？就是你那个卡，他一定要你的卡取你的钱的。你一定要把真实的密码告诉他。我就听说过在大阪被他们绑架过的，第一次讲假话，剪掉一个鱼头，再来一次剪掉你鱼头，再假的你人命都没有，全给他们拿走了钱。我跟我女朋友都是眼睛嘴巴全用那个胶布给粘着，用我的领带把我的手给绑了，脚也绑了，全是胶带绑的。大概有3个多小时吧，因为我的名片夹里面有警察的名片，我有警察朋友，他们一看这个人不能搞死他，算了。这个竟然会有帮助，就是放一个警察的名片就有帮助。那小小的护身符呀。90年代的时候还不太用名片，因为我办报嘛，我要名片，所以我永远带一个名片夹，我就怕哪天有点事，反正也不是了，反正正好有那么几个朋友，我就放在里面，有时候可以显摆，我认识他呀，对吧？那谈事也方便嘛。所以当初第一次就是单纯是他要抢钱，抢利益，就把我家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拿走。我买了一个最新式的刮胡子的刀，结果他充电器没拿走。那这样子，我能够想象在那边做生意跟黑道的关系可能会要很紧密，因为需要有一些以恶制恶的段落。但是应该除了黑帮之外，也其实也要跟白的，就是有点稍微的打理，像是警察，跟当地警察要怎么样建立那些关系啊？当然你说是偶然也不是偶然，因为我天天站在那，当还没有摄像头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活的摄像头。因为每天都有发生很多事件，特别我在前面那些年有杀人事件、枪杀事件，甚至中国人开枪把日本的流氓头目打死的、打重伤的。当没有摄像头的时候，他必须拿着照片来问我呀。需要证据，对吧？他需要来，我要协助他调查呀。你不管是一个正规的日本公民也好，只要在你的工作，你都有这个义务去调查。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在别的地方搞死人的杀人犯有没有来到歌舞伎町？他有照片，他就会问你看到吗？所以我就是活的摄像头。所以很多警察都认识我。如果我有什么小事儿，我拜托他们就会给我做保护工作。所以有一次东北帮绑我的时候，我刚刚进那个咖啡店，才15分钟，2个门警察全堵着的，便衣警察，因为边走边过去，我还可以打电话嘛。我的日语已经不错了，当时的人他们日语不太好，他们都不知道我跟谁打。我说我跟我老婆打个电话。明白吧？那旁边还听不懂我在讲日语，我说我跟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要晚点回去。警察讲话都有术语，有专业用语的，我还是懂一些，所以他们很快就来，把2个门一堵，然后他就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不要挂电话，你往门外面走，因为他们一坐在里面10几个人，一看2个门堵，一看就是警察。那眼神就不一样的，所以没穿制服。等我一走到那个门口，2个警察把我手一揪，把我当犯人一样的把他拽出去了。其实做给他们看的，我是有警察的，你们别绑他，你们别想危险他。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客人他想要请你带他去酒店好了，或者是一些其他商家，要怎么样决定你该推荐他哪样子？那首先要读懂他钱包里有多少钱。OK， 你要跟他聊天，对吧？就是跟他聊天，他有什么想法。比方说他想玩几万块的、10几万的，结果你只给他带一个几千块的看表演，那没意思，他也看过了。就是所以说做我们安奈人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心理学，一个语言表达能力学，还有就是各种科学这个综合性的一门艺术。你会聊天，讲话要短。因为他站在路上不可能老听你讲，他要想玩什么，首先你不能说你要玩泡泡浴嘛，那显得很低俗啊。先生您好，台湾来，有没有吃饭啊？想吃日本的什么？你可以打个招呼的呀。这小伙子还行啊，你再给他一张名片，就像我刚才给你名片都带我照片的。然后人家不相信，这是你真名吗？我说这个人总是我吧，这样他会多听你讲几分钟。那这边我突然好奇到另外一个事，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当然很爱去歌舞伎町啊，或者是去一些其他的地方玩，那他们都会特别提到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玩，那你不要跟案内人走，这个很容易会被诈骗，或者是会被敲竹杠。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对，我也很反感，很多就是装的是我小弟的。你想不是我大哥没关系，加个微信加个什么，把他带完以后，等到骗完了，微信没了，他也不发带照片的名片，也没有自己的身份证给人家对号的，甚至连歌舞伎町现在站了一大批黑人，他们从广州过来的会讲中文的，都说是我的小弟，根本跟我没关系啊，所以宰客的骗人的不少，这个一定要提防。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判别啊？就一个一般的外国人的话，就最好不要跟他们走。
就是真的最好不要跟他走，就是不要跟他走，基本上骗得多。我可以讲这句话。我这边又好另外一个外国人的需求跟日本人喜欢的需求，他们去的店家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是有不一样吧。比方说大陆来的人是直接想要的，我们叫红帮。台湾人呢来的话呢，香港人来的话呢，他想要名堂多一点的，比方说电车摇的呀、化了妆的呀、萝莉的呀，各种各样的名堂。日本人还是喜欢先喝，或者去自己熟悉的店，那个女孩子经常跟他开酒，他就可以带着跟他走，不管他结婚没结婚，这样。我想问一下李先生，之前在其他访谈有看到，你为了确保你带去那些店家的品质是优良的，你还会去亲自体验啊？那必须的呀，我必须知道适不适合外国人，还有它有什么规矩，它的价格是什么样。首先我觉得，哎呀，这里进的日本人多，感觉到装修也不错，那我先去玩一次，我先掏钱，我觉得这个适合，我再跟他们老板谈，不适合跟谈也没用。他也是纯粹要语言的，有些这身体语言就行了呀，是吧？你就不用语言那就行，那你就跟他谈有什么规矩，有什么要求。我这样好奇，就是这个职业它的收入来源是什么？除了刚刚讲到，可能客人因为中介会给你们一些钱，然后再是店家那边也会给你们一些什么？主要是店家给。台湾人和香港人来让我带路，他会给小费，有时候呢一把零钱，明天要上飞机了，就全给你了，反正1分1块的也在里面，10块也在里面，100块也在里面，还有呢就干脆给你一张1000的，还有大方一点的给你5000的。还有的就是干脆给你1万块，你陪着他去喝酒，他要翻译，小费是一部分，这不是主要的。特别大陆来的基本不给小费的，所以主要是店家。那店家就是看有点像是带一个客人多少，然后就有点分成这样子，给帕克恰吉。那这样子大概收入范围在哪边呢？我1个月的收入大概只做了2个月的时候，就能1个月挣100万，100万日币啊！我讲的，那小木你自己在自己的记录当中，最高一晚你赚了多少？我一晚也差不多也就100万吧，但是我最近这几年不做了，我就在日语里面姓氏叫 seiji， 那政治也叫 seiji， 同样的发音。我以前是做晚上的 seiji， 后来这5年10年来了，我做白天的 seiji。我当年做的时候呢，也做过一个晚上几十万啊，100万啊，我很有钱过，也很没有钱过。那当初我想到另外一个转机，就是当初是怎么被媒体注意到，然后就变成这个海内外知名的案内人。你这个问题问得好。01年吧，01年正好是911有个大火，对，没错，我们歌舞伎町也起了大火，死了44个人。的9月1号，9月11号就是那边出事，所以那个时候呢，歌舞伎町也被人注目。一个电视台到路上来采访人，人家很恐怖，放火死14个人。我每天站在那里，他说我可以把你的面部给模糊掉，把你的声音改掉，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你不用，无所谓。我说无所谓。他说你在这里遇到过最可怕的是什么？我说我被绑架过。他说你是怎么被绑架的？我就找新闻最想要的题材。我就讲了几分钟，结果他把它放出来了，但是他把我的面部是模糊掉了，我声音没改变，就知道我是在那个大街上拉客的。这个画面就被一个出版商看到了，就把那个画面拍下来，打印成一个黑白的一个复印件，到大街上来找我来比对。他说你是不是就这？我说是啊。他说你是被绑架过吗？说来，我请你喝酒，请你吃饭，请你喝咖啡。就做的第1本书，02年出，就这样开始出名了。那经验这么的丰富，如果你可以对刚来日本的自己讲一句话，你会讲什么？来对了，你应该来的是歌舞伎町包容了你，承受了你，教育了你，还给了你财富，不管是金钱的财富和人生的财富。在这个自由民主的日本东京的歌舞伎町歌大，我还没有毕业，还得继续。来世我还做歌舞伎町案内人。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观众说的呢？对，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啊，他讲过一句话，他做过一本杂志的一个抬头，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台湾人啊，多来我们歌大学习，欢迎你们来，不要被骗。我知道你们本来就比较哈日，我感到很欣慰。我昨天在计程车上面，我突然飙出一句日语来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司机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就觉得特别热情。我来过第3次了，我第2次带我儿子来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前妻是讲的中文，结果我儿子只能讲日语，那司机哇带我们去9份，特别热情啊，说我们再多给你1个小时，不要我的钱那种。我就觉得台湾人跟我们日本人，因为我现在的国籍是日本，所以我可以讲我们日本人，就是很友好，希望这种友好保持下去，希望你们多来找我啊。
好的，下次我去日本也会去哥大留学一下。OK，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李小牧先生非常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也不要忘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点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如果想深入了解李小牧的人生经历，或是更多歌舞伎町的秘辛，可以关注李小牧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李小牧看日本歌舞伎町案内人”，观看更多精彩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立，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皮亚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 有多烂人啊！他们